接下来看看关心国际大事，大家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俄乌战争现在的被形容乌克兰被压着打，是因为泽伦斯基刚刚向北约发出了请求，那要求更多的军援呐，还有军事的武器，但是才隔天，普京的更多的攻击不断的往前迈进，包括占领了2个城镇，被说已经有杀害了600名以上的士兵，那更多占领了一个定居点，是往顿内斯克这里推进。那俄罗斯已经被说是抵消了乌克兰在库尔斯克这里的攻势，也就是说，乌克兰刻意的攻击到俄国境内，现在成为冲突的转捩点吗？那在西洋棋有一个写法，这个是德文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是西洋棋里面逼着对手走到不该走的、对于自己不利的这一步，那这一棋下去，其实是处在更不利的境地。所以俄罗斯的国防部说啊，俄军1天之内就在库尔斯克州边境这里。500多名的士兵如何的消灭？那一共摧毁了多少坦克车？12000多人等等，这些大规模的攻击现在正在不断的往前推进，包括红军村已经完全的包围。那接下来乌克兰的处境只会更艰难。他们虽然有无人机继续袭击俄罗斯的弹药库，但显然乌克兰在任命前武器部生产部长当顾问之后呢，他一直强调，因为西方啊一直迟交武器，才让他们必须要想尽办法自己生产武器来自卫，但赶得上吗？美国媒体报道，乌克兰现在面对的军队问题更大，包括了士气低落，还有临阵脱逃，越来越多乌克兰的军队的士兵是跑掉的。尤其是前4个月，光是乌克兰要去侦办呢，有1.9万名擅离职守逃兵的士兵，刑事诉讼就有这么多。那甚至匿名的乌克兰将领说，新兵只要去一次前方的阵地，如果能活着回来，就再也不肯再上战场了。有的离开阵地，拒绝上战场，要不然就赶快离开军队跑走了。所以现在各国这个在面对乌俄战区的状况的时候，俄罗斯一直在指责有各种空袭的边境，俄军持续向这个更多的地方推进的时候，无人机还进到了北约东翼，也就是说，其他国家，罗马尼亚、拉脱维亚都说，已经飞到了北约其他国家的空域啊，但是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呢？北约是不是会有其他进一步的反制？现在看出来是在一个报道说，发现有德国的龙卷风战机啊，带着 B61核弹的这一架飞机出现在哪里呢？在美国。那被说它是因为在进行一个演习所展现的力量，也是要向俄罗斯展现他们的威慑力量吗？那因为西方国家一直在给乌克兰的支援的武器，现在还会给多少？像法德2位领袖见面，重申会长期坚定的支持乌克兰。那法国直接表示会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来帮乌克兰提供援助。不过，法国自己国内状况也不见得多好哦。那法国有30万人上街头反对马克宏。那因为新总理的任命的消息，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数是挺多的哦，将近有11到30万人上街头。那各地都挤满了满满的人潮，是因为呢，他刚刚任命了新任的右派的这个总理代表巴尼耶，才就任第2天，全国就出现了150场的示威，反对新政府到底。因为本来在这个人数的优势上，应该是左翼的领袖，但是他偏偏要任用了这个法国新总理，所以马克宏上街就被民众直接对呛了。来看看这段画面。Jamais vu un président de la 5e République aussi nul que vous. Eh ben merci. Je vous respecte. Vous dites des choses qui sont très agressives. Je vous respecte aussi, mais je ne voterai jamais pour vous. Mais je casserole que vous traînez derrière. Vous, ça se mélange quand même beaucoup dans la tête. Bah oui, mais il y a beaucoup d'arguments que je mets en place. Ça, c'est pas des arguments. C'est des trucs qui vont dans tous les sens. Ah oui, bien sûr. Ça, vous voyez, moi, je vais auprès de vous allez me faire soigner. Mais à mon avis, en tout cas, à mon avis, et en tout cas, vous confondez beaucoup de choses. 看起来马克宏是还很刻意的希望能够跟民众继续对话下去，至少还有很多对话的空间哦。这个也是他们展现的民主的风度。但现在这一位法国的新总理才上任2天，虽然民调上面似乎满意这位巴尼耶的有50%过半，但是呢，因为73岁有法国版拜登。
的称号，又是极右翼戴高乐政党的追随者啊，跟左翼本来是在51天迟疑之后，应该对于所谓的这个多数来加以这个控制，但显然并没有符合民意的需求，所以接下来这个右翼联盟哦，还有在欧洲的议会选举大胜，超过30%的选票，还有一番法国的这个内部的战争、内部的冲突还要持续进行。亮哥，先来看看俄乌战争最新的发展。相当不乐观呐！你看那个逃兵临阵脱逃就有19000人，那表示去前线阵亡的几率非常高嘛。事实上还不止这样啊，这个乌克兰的政府现在有1/3的官员跑掉了，连那个库列巴外长都没有了。你不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临阵脱逃吗？所以大家就觉得逆转胜也不可能的啦啊！那库斯克那边也开始被围，然后陷入困境。那红军城目前已经明显被包围了嘛，而且没有人认为乌克兰守得住啊。所以你看我这样讲，通通都是坏消息。然后去跟欧美要这个远程飞弹，那他们迟迟不同意啊，因为就不知道你要射哪里啊。而且坦白说了，这个俄罗斯能够躲开的那个，比如说那个飞机啊什么，他们都离开300公里以上了啦，因为他也怕你来炸啊。那目前跟你短兵相接，事实上距离都在100公里内啊，所以美国也评断过了，就你用不上嘛，你用了也没什么用啊，所以真的不知道了。这个因为红军城如果真的陷落，那它南北动脉嘛。那就会影响补给嘛，那到时候乌克兰往北的补给就会更加的困难，那就怕俄罗斯还往前攻了，往前攻那就到德涅伯河了，那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州，那战争都打不完呐这个没有办法，泽连斯基他本来是梦想中说我去俄罗斯占一大块土地，然后来跟俄罗斯顿巴斯做交易嘛。那想得很美了，那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做得到了他现在只占领了苏贾那个地方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拜登政府最该忧虑的选举变数了，因为如果10月他万一崩溃，那怎么办？你拜登还要面对啊，不然我觉得川普到时候一定会说你这个就是阿富汗第2就造成了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困境啊。实际上，你刚刚讲那个德文字叫 Zugzwang，就是被迫走那条你不要走的路了就是你不要走的路，结果被迫就是要走进来，走了那一步，对，走了那一步嘛，就是西洋棋叫做被迫移到这个位置那他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就我不要陷入这个位置，我也知道不应该你现在就但不得不节败退，被逼到那个位置上来所以我是觉得相当不乐观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总统大选2次辩论会，贺锦丽迎战川普。9月11早上9点 ，TVBS 56频道全程转播，锁定 TVBS 56频道各节节目，美选辩论特报。俄乌战争对乌克兰来讲真的是艰困加艰困，除了冬天快要来，那么现在对于军力的问题都有问题，俄罗斯进攻越来越密集。委员，现在他的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也就是策划这次打库斯克的这个人，他大概是在6号还是5号那天接受了媒体访问，公开的讲他我这个策略是正确的，打到本土库斯克，因为他牵制了俄军在过去的6天，在这个对红军城已经没有任何的推进的这个迹象。他讲这句话其实是谎话了因为俄国的政府已经公开的讲了，就是在那个所谓的红军城离红军大概有7公里到10公里的一个地方，叫诺沃罗迪夫卡，已经被打下来了。其实更早27号的时候，大概就已经那个整个都已经
被占领了，大势已去。但后来是整个大概扫荡的完成了以后，俄国的政府才宣布就是已经占领了。那这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个打下来，因为这不是一个小城镇，它有14000人原本，所以这个打下来以后，他要占领这个所谓的红军城，就会变得更加容易了。那红军城的问题不在于说他拿下来以后呢，就切断了乌克兰的军队的对乌东作战的补给，不是这样而已。他下个目标，现在西方在推动，他呢专家在推断啦。他应该就是要打那个克拉马托斯克，就是顿涅茨克的真正的首府是顿涅茨克市，已经被占领了。所以呢，乌克兰就把他的临时政府呢，临时的州政府，顿涅茨克州政府就设在这个克拉马托斯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14万人了，所以这个更大城。这个地方如果被打下来，就证明乌东的2个大州的其中一个这个Donetsk 的顿涅茨克就已经整个被打掉了，全部被占领。目前乌东80%已经被俄军占领了。那整个1/5的乌克兰土地也已经被占领了。所以这个克斯克这个战争，坦白讲是乌克兰军队是太那个了。不过整体来讲啊，日本人打中国为什么打不下来？打了8年，美国不丢原子弹，日本人到最后也拖不下去，为什么？双方中国跟日本就人口对土地面积来讲相差太远了。日本人常常打了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回到城里面来，白天去清乡，晚上躲到城里面，所以他根本人数不足以覆盖广大的中国的土地。你像乌克兰也是一样，你打到这个克尔斯克去了，然后接着下一步呢？最近我的了解，我们都在注意，他根本没有再往前推进1寸都没有。是，所以大家不知道乌克兰到底撑不撑得到美国的大选。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俄乌战争当然还是攸关美国大选，但现在局势乌克兰撑不撑得下去？各种讯息都显示真的很难了吗？我讲乌克兰兵源本来就缺乏，现在逃兵又这么多，然后在东部战线战况如此不利，然后他们在库斯克那边现在都在挖战壕，准备要固守，你守得住吗？马上进入冬天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知道吗？就是传统战争上什么时候死人最多？你知道？就是撤退的时候死人最多。那因为整个兵士整个溃掉之后，大家不成行伍，没有办法有组织性的走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死一大堆人。你乌克兰再这样恶搞下去，我觉得他到时候会总体崩溃，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们要赶快做出决定了。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6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前立委林玉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当然，柯文哲涉及的金华城案已经收押第5天，那么今天确定不再抗告。今天有个画面传出来，那就是沈庆金过去进去这个收押之前约谈，当时还算是意气风发，这个时候是搭着轮椅，看起来非常的憔悴，进到了这个检方来进行侦讯啊。那绿白大战吗？昨天发动小草一起站出来的这个场景。放出了一个影片，是柯文哲在受押之前先预录的一段影片，先来听听这段画面。我深深的感受到，台湾社会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司法的程序缺乏了正义。他说要准备司法缺乏正义，抗战到底啊，也是他现在自己个人确定不再抗告的原因吗？小草大集结，昨天的场面跟人数呢，现场大约喊出来的是2万人，馆长自己直播就有8万人，加上民进党自己直播的平台，基南路这里是人潮汹涌的。黄国昌说哦，站出来就是要跟民进党绿色恐怖宣战。绝对不会跟赖威权体制来抵制，我不会跟他这个妥协。那馆长说，按照柯文哲的模式，保证现在中央少1半的官员，因为他们可能都有
贪污啊各种的问题，都会在土城看守所，但是都不办。那么当然，绿色被说是双标的颜色，在司法的侦办程序上，为外界很多所诟病的地方。过去赖清德也曾经炮轰啊陈水扁的案子，羁押当事人是伤害人权。那现在回头回力标再来看的时候，被说哎呀，一定会说时空背景不同嘛。他强调啊，当时说的检方如果认为有证据，可以直接起诉。那现在不是啊，连如果有证据，还不用自己在羁押庭里面提出来，还要透过媒体来放话呢哦。所以网络上很多的 PPT 讨论是说，时空背景不同之处，绿能你不能吗？或者是像高雄国宾好了，2年之内瞬间变危老，罗志强所提出来的，当国宾饭店2020年鉴定的时候，还不到危老的标准，一点不危也不老，突然决定改建。系数飙高，那么顺利取得危老容积奖励。高雄市议员陈丽娜就说，系数可以直接变到65.7，数字实在太离谱。有一栋房子可以在2年内急速的老化、变化变危险嘛？哦，高雄有发生大地震吗？网络的网友问，我是建议先羁押陈其迈，再来找金流了哦。那过去这个时间点算一算，109年9月的时候，土地分区使用商5系数不符合，过了到陈其迈上任之后，111年7月18号快速的获得容积奖励，2年变危老啊。当然啦，陈其迈现在做法赶紧说要找第三方再来鉴定，赶快要踩刹车哦，避免更进一步换他被抓去关。那所以柯文哲不提抗告之后，幕僚讨论的说法是说，要不要提抗告，完全是柯文哲自己个人的决断哦。他透露说，柯文哲心里早就有准备，也有决定，但宁可被压，也不愿意付钱来交保，这是早就定好的策略。柯文哲知道赖清德绝对不会放过他。黄伟汉上一节就在我们节目上的讨论里面也提到说，如果全党挺一人现在完全没有切割，全党力挺他清白的情况之下，2个结果嘛，一个没有登出机制的话，一个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说未来柯文哲无罪没事，那当然呢就只取2028啦。反之则是全党一起灭亡。这个游盈隆也曾经讲过类似的说法。如果1、2审在官司诉讼上有利的话，说不定有可能反而柯文哲飞龙在天吗？这样的机会大吗？那当然呢，这个昨天台上讲很多这个形容词，说柯文哲是视线的菩萨，用肉身来证明这个受苦难啊，或者是说台湾的曼德拉啦，等等的。那民进党当然是酸啊，像赖瑞荣就说，这个案子进入司法调查，透过游行来神格化涉及贪腐的人，非常不恰当。或王婉瑜说，他们现在所作所为，就是所有邪教组织、新纳粹主义政党的做法。颜若芳说，不应该把神明宗教伟人放到柯的身上，把他神化，用民粹来施压司法体系啊。可是过去也有人讲，蔡英文不是妈祖吗？台湾的妈祖，赖清德是赖神吗？哦，就别人讲可以了哦，他们自己讲就不行了哦。那等等，那么今天亮哥，我们来看到最新的进度，抗告确定不提出之后，今天的进度是检方再加检察官加入侦办小组啦，或者是把相关被告再度的押来约询，怎么看？这个检方当然，他今天增加侦办小组是增加一个，听说是虚拟货币的炒作的侦查的高手啦，表示他还积极在找金流嘛，那就意味着金流可能还是没有进展啊。那因为你也知道嘛，就是最近有2家媒体啦，都自称找到 USB 的 Excel 档啦，说是1500万的账册等等啊。那事实上，如果那个3立的记者所讲属实啊，那个是在8月30号就找到的 USB，检联搜索的时候就找到了啊。8月30号台北地院还没开庭呢，就连朱家义都还没开庭啊。然后2个法官难道都没看到这个资料吗？因为我们知道2个法官，那个北检他是用2个罪声押嘛，就是违背职务受贿。还有那个图利啊，那后来你也可以看到2个法官的认知都是图利，对，都没有，对不对？违背职务受贿，基本上我不相信北检没有把这个 USB 的资料给法官看啊，我觉得不太可能。如果有的话，不给很不合常理啊，不合常理啊，对不对？
那为什么媒体讲的言之凿凿啊？说他们都，而且不是只有一家媒体啊，事实上是先从周刊开始，然后一个媒体跟进啊，都说拿到了 USB 这个1500万的资料。那刚刚又有一个新的媒体啊，那个晋传媒又写了，他说1500审庆金那个不是时间，因为他们去查那一天柯文哲的行程，那下午3点。不太可能有时间见到沈庆金，这是他们去查的啦，这我也不知道啊。可是不管怎样啊，就是我刚刚也看到北检的一个新闻稿啦，说绝对没有外泄，我们绝对没有图利某媒体等等等啊。那我觉得北检如果要自清，请你约谈媒体吧，对不对？我觉得这里就是两方都该做嘛。第一个，请北检约谈媒体啊。去找一下到底北检谁在恶意泄密啊，或者放假消息啊？那你应该把你内部的人给办了吧？那如果北检这边都没动作，那也请 NCC 做动作吧，约束媒体吧。是啊，我看到黄国昌啊，他说这个会期他要修刑事诉讼法，是他说他要加一个司法不公罪啊，我觉得这些都要列入规范啊。不然每次北检侦查不公开，然后消息就走漏给特定媒体，每次都这样啊，没有例外啊。我跟你讲啊，从半绿到半蓝都这样干，然后北检每次就说绝无此事，我们用他治案要去查办啊，也不阻止，不阻止啊，对，然后阻止你就约谈嘛，就办嘛，那为什么就是用他治案？要这个分案去查，为什么？因为这个会期要审你的预算啦，所以他是做动作给立委看的嘛。如果到时候立委有提质询，然后那个检察总长就可以说，报告委员，我们分案在查当中。为什么你不立即约谈呢？我跟玉芳都当过立委啊，你就是要准备审预算的时候，要党立委用的嘛。你现在立刻约谈给我看啊，表示你北检是玩真的嘛？你约谈2家媒体给我看嘛，就表示你没有故意在搞政治嘛。我跟你讲哦，这种政治都是互相激荡出来的啦。比如说民众党为什么那么生气？他为什么觉得是政治办案？因为你北检跟媒体之间的那种消息不断外放，然后绿媒就透过政论节目。民意代表配合放话，一路过来已经2-3个礼拜了，你民众党不会生气？所以现在根本不是在讨论柯文哲有没有罪啊。坦白讲，柯文哲是不是清白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就尊重证据嘛，证据走到哪里就办到哪里嘛。可是你北检跟媒体这样串来串去，你北检要自清啊。你只会叫柯文哲要自清，你自己也要自清啊！请你立即约谈2家媒体，不要来分案又要来骗大众，然后到立法院又说报告委员，我们分案调查中，少来这一招啦，见多了。你如果没有约谈这2家媒体，我就认为你跟媒体在串来串去嘛。平哥，我觉得柯文哲他今天选择不抗告，应该是一个策略啦。因为其实他第一个，他心里有点清楚，抗告胜诉机会很低嘛，就要成功的机会很低。然后我觉得他当然他刻意讲说不要制造法官的困扰，我就觉得如果你真的不想制造法官困扰，你要不要直接认罪？这样最不困扰，直接结案，大家觉得全部都不困扰。所以不要讲这种奇怪的理由，我觉得这听不下去啊！这就是你的诉讼策略。那诉讼策略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就是他们自己的评估嘛。那当然，你说民众党会不会想要去把它制造，让柯文哲变成一个政治受难者这样的一个形象，遭受政治追杀？这是一定会的啊。目前是。对啊，当然会往这个方向走啊，因为他不这样走，他没有办法跟你对抗嘛，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这些都不奇怪。那重点就是。民进党如果不希望人家有这种印象的话，那你就办得公平一点嘛，不要让消息到处乱窜嘛，然后不要每天搞这种先压人取供，然后
找不到金流，然后到处找媒体，故意今天放这个话，明天放这个话，然后你们找的配合媒体，可不可以也聪明一点？我还第一次，我跑新闻跑那么多年，我第一次看到有记者自己自证自己说，我就是从检调那边拿的消息，而且我记忆有7年，对啊，真的7年，这你到底在干嘛啦？你我真没有看过这么白目的记者。你知道你在害死检调，你逼着检调不得不出来回应。那问题是回应也就像亮哥刚刚讲一样，回应就回应而已啊，他也没有真的要去办的意思啊，就没差检察官告诉我的。对啊，他基本上他那个记者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对。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记者可以嚣张到这种地步，你也差不多一点吧。那可是台湾这种情况真的非常非常严重。其实我们办所有的案子，每一次就是乱七八糟消息满天飞，然后真假，每天在那边乱搞。那可是问题是，北检你一直在玩这个手段，其实你知道，你给外界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你手上证据不足。因为你手上证据如果够，你何必搞这些东西？像你看郑文灿的案子啊，你啪一下就说500万。我们直接就拍到，然后有证据，啪一下又从他家里头搜出600多万，这些直接的证据，大家就没话讲嘛。那你现在每天用影射的方式，那1500到底是1500万，你为什么不说1500亿？对不对？你那个后面那个万字到底怎么来的？所以我觉得用这种影射的方式是最糟糕的。到最后，就算柯文哲真的有罪，你们也找到金流了，那到最后还是由于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啊。那我们司法的公信力就完全尽上了，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拜托你们，可不可以北检？你们不是号称天下第一组吗？你们办案手法就这么低级哦，就没有办法高档一点的办案方式吗？一定要搞得这样子，大家看了都不爽。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他们现在民众党认为说啊，与其抗告，不如直接面对司法。其实这个是有点道理，因为你一旦抗告，假设成功。一切要归零，重新开始计算，知道吧？然后可能检察官那边又再抗告，你又再被羁押，又重新开始。你这2个月每一次都从头归零，再开始，那也很累。那不如干脆，因为反正他最多就只能羁押你4个月嘛。那可是有人以为说最多4个月就出来，其实未必见得，因为你要知道柯文哲不是只有一个案，他接下来还有北市科，还有台资光，还有南港，还有第一雨果市场。检察官如果每隔几个月我羁押差不多哦，我新的案子又有新事证了，我就继续羁押，那个时间恐怕就会拖得很久。那一定要搞得这么难看吗？而且审判中可以再羁押，可以啊，可以再羁押，对啊，院方可以裁定。对，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但是如果北检到最后或者院方到最后真的玩出这种手段，那是让大家更不相信司法。昨天晚上人算多算少，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可是我必须说，这至少代表台湾还是有很多人对司法是打了一个非常大的问号。那你们就没有办法用比较公平合理的方式去做吗？我今天听到有一些媒体人讲说啊，北检向来都是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合理。我觉得这不合理耶。你不管他是柯文哲也好，或一般人也好，都应该要有他公平合理的待遇。因为今天我最担心的是，今天如果他这样去弄柯文哲成功了，那以后他就可以对付任何人，因为他对付一个在野大党的党主席都可以这样被对待，那我们哪一个人不行啊？老实讲，我现在手机里头记载1500的一大堆，我不知道哪一天你们就因为这个把我抓起来，不是吗？所以真的不要这样恶搞。我认为赶快找到金流吧，不是今天找了新的很会办金流的检察官吗？就让我们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因为司法制度基本上要人民信任，如果说双标这么严重，而且基本上当然就是侦办的进度有自己应该要保全的证据。如果现在这种办法，当然难怪昨天那么多人站出来的时候，都是冲着司法制度的信心而来的。其实你讲双标很多人大概会直接的一种看法，譬如说我就在外面就问了我几次说，那金华城是他的那个。整个的改建案的这容积率是840%，所以柯文哲显然是有图利的嫌疑嘛。那如果是这样的，那高雄国宾，我想主持人一开始有讲嘛，那高雄国宾按的容积率是1142.4%，为什么没有事情？对不对？为什么没有事啊？你现在是说要踩刹车，用主持人的口气。说要找公正第三方来再重新做评估，
这样子，如果这样子就可以那个，那百姓的看法是非常直接，他们会去做比较，因为百姓不见得有很丰富的法律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所以他们就会用很简单的用对比的方式去探讨主持人刚刚所问的说有没有双标的问题嘛？他们就认为说这样会不会是双标呢？高雄更多的容积率如果是要土地，这个不是土地更明显吗？而且土地的幅度大了很多吗？为什么台北是土地也是840人就压起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它的政治的效应是会有的，因为百姓真的有时候看法，你看我们到选区的时候跟以前百姓有时候问的问题非常的直接，你会有时候觉得说你问的问题怎么问的那么浅，那么浅薄这样子，可这是百姓多数的选民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对很多复杂的事物做很深入的探讨，尤其是法律的观点去做探讨，他们就直接看问题所以看到有些名嘴在电视上讲这个问题在报纸上讲这些问题，那他们就很直接就拿来引用。所以我想昨天晚上聚会人数看起来还不少，我不认为这里面每个人都是真的对法律见解很懂他们只不过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对比，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去同情柯文哲，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接下来看看几个程序的问题现在很多的证据在没有进一步被提出来之前，媒体的报道很多，包括了有没有1500万审讯金这个内容。那最新来自《今周刊》又有一个报道了，他说金华城案所谓的随身碟1500审讯金，特别去查了当天的行程，2点到5点。如果是时间的话，1500，他都在大同区、中正区，那拜会当地里长，那个时间点跟民政局局长蓝世聪也陪同的情况之下，就没有时间跟沈庆清见面，所以以这个来推论说不是时间那你也不能有办法证明是1500万。还是1500块还是什么不知道，但以此先说不是时间，好，一步一步往反方向回推了那另外，昨天这个场合里，神秘嘉宾唯一出现的蓝营代表是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萧旭岑。萧旭岑出现在台上说，他代表马英九挺柯文哲吗？他相信他是跟马英九讨论过同意，包括内容都是经过同意，所以才会上台的。所有内容都跟马英九意见一致，所以大家要一起对抗绿色恐怖、绿色政权。前总统马英九也曾经被司法如此对待，那更是强调司法不应该放消息给特定媒体带风向，让谋杀政治人物的人格。过去马英九的确在促成蓝白合里面跟柯文哲之间有很多的这个交手的过程，甚至记得吗？在金华饭店这个君悦饭店的时候，还一度不希望马英九去出席跟参加，最后谈不拢，闹翻了。而现在马英九是来挺柯文哲，在司法上争取权利，而蓝营挺白还有一个人是黄静怡念了徐巧芯的发言声明他们认为在所有的过程当中，侦查不公开，现在成为被质疑的笑话。如果一天到晚乱公开，让侧翼霸凌者去对于当事人的权益践踏的话，那所有人都要保重才能够长期对抗。连游淑慧都说，北检应该要检讨自己内部，好好调查为什么一直不停的办案内容被外泄，办案人民没有办法信任图利财团跟司法不公，社会会一样的讨论讨厌，都一样的道理。而郝龙斌他很特别，因为一开始在柯文哲5大案等等直指郝龙斌，当时郝龙斌就说：“哎呀，必要的时候也会出来回应。”但最近以来，连我也邀请过郝龙斌，他都不再出来提出任何的受访或者是各种的内容了。他说柯文哲现在已经很惨了，落井下石不厚道，那坚决反对任何散布含沙射影、缺乏证据的独家消息、抹黑攻击，让司法好好的去侦办就好。所以民进党呢，这个时候想要收割小草但
王定宇特别想要在蓝白之间挑拨，所以呢，民众党想要营造朝野对抗，王定宇特别酸呐，拉拢同为在野党的国民党，但国民党似乎不愿意呈现蓝白一起挺贪腐的现象吗？那蓝白合不合，党内不同调。简书培还说，你看吧，有国民党的萧旭岑去站台，那有国民党的议员去批评、去攻击柯文哲，所以呢，国民党立委到底要不要蓝白合，都要有不同的意见，四分五裂，精神错乱，堂堂百年政党，是非对错没有办法分辨，令人讶异。但金华城案的国民党内部不同调，吴思瑶也酸，朱立伦怎么面对呢？他对于柯文哲涉入金华城似乎有了明确的立场，就是跟柯站在同一边。但是国民党的立委跟议员可不见得如此啊，所以他替朱立伦说：“哎呀，他一定觉得很尴尬，让外界难以理解的处境哦。”亮哥，当然蓝白在这一次的立场上，对于司法的坚持是站在一起的，但是光是站台这些，当然呢，也让民进党这里好像有可以见缝插针、想要分化的机会嘛。其实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民党人站出来说柯文哲一定无罪啦，是清白的啦。事实上，萧旭岑跟徐小新也没有这样讲啊。是，他们都是在对司法被政治力量介入一些过程的不公，在诉说这个嘛啊，我觉得，所以你可以看绿营啊，不断的从这些例子了，然后就去说，你看蓝营跟白的站在一起了，那如果柯文哲如果被证明贪污啦、图利啦，那蓝的也不管是非了啊，你就知道绿营焦虑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用柯建铭的话最准啊。柯建铭昨天受访，今天报纸也登出来了，他认为这个会期朝野对抗会激烈化，还不够激烈啊，上会期已经够激烈，更激烈。我跟你讲，这个会期啊，10月那个国会改革的释宪案一定要出来，是，那坦白讲也不乐观啊，对不对？那上会期拼了半天的国会改革就正式被推翻嘛，回到原点。是啊，那这个会期，你那个柯文哲在受审当中啊，那你叫民众党怎么去审大法官人事案？那媒体搞成这样 ，NCC 也没什么主动作为，那你怎么可能审 NCC 人事案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啊，我几乎可以预期啦，打包票，大法官跟 NCC 的人事案蓝绿不会排议程啊。慢慢等，就给你先 hold 到10月再说啦，那之后再看吧啊。那这个会期是审预算的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觉得柯建铭现在就已经在忧虑了，他事实上还有一些优先法案，他大概排了40个优先法案。那当然国民党还有民众党也各有各的优先法案嘛，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会期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啊，所以他已经进入战斗位置了啊。因为简书培又不在立法院，其实立法院的人还没有人像他这样斗嘞，人家还比较谨慎啊，说哎呦，这个立法院这个会期还不好弄啊，而且还有一个案子，大家不要忘记了，那个民进党一开议就要求大家通过那个2758号决议，不适用到台湾，就是这个意识形态的大帽子要扣过来了啊，那国民党如果反对。他就说你中共同路人啊，不是吗？所以我跟你讲啊，氛围相当不好啦。所以你说这个时候，然后民进党就在那边扯说，你国民党是不是支持柯文哲清白啊？这个议题根本不存在啊。坦白讲，你问我说柯文哲是不是清白的，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看证据走到哪里啊。因为比如说郑文灿。第一次就一翻两瞪眼啊，500万，那后来查到678，还查到政治现金600万，对不对？民进党都不好意思辩护啊，所以我觉得台湾还是有一定的是非啦。就说就是因为你还查不到金流，所以人家就觉得灰色地带很多嘛啊。那比如说昨天我看到那个李四川副市长，他就出来讲，他说都发局的程序，他合于程序。可是是否合法还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些灰色地带嘛，就是他是照程序办的，没有错啊。可是实质上是不是合法？那大家要来论辩嘛。哦，
我如果只是变这个议题，那就坦白讲就会有各说各话的空间啦。可是如果是被查到钱，那大家都不用讲话了，就是一翻两瞪眼嘛，对不对？啊，你民进党你怎么知道你讲的那些钱是真的啊？所以你这个是不是赌太大啊？我简书培要不要说一下？请问你看到什么资料啊？为什么你看得到啊？对不对？你为什么看得到资料呢？那你是不是要说出？请问你是从哪里看到资料的？你是不是从三立记者那边拿到的？还是他们给三立记者？那三立记者是不是从北检拿到的？你不认为你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就是违法的吗？真是奇怪了。不然你现在的政治人物凭什么论断有金流啊？连北检都不敢讲，北检还找了一个虚拟货币的这个金流的查证的高手进来，北院也不敢讲。哦，你讲的跟真的一样，你是谁啊？你是检察官啊？不然你怎么会有事证啊？我觉得讲这种话就凸显出民进党这些公职的不负责任，明知违法而为之嘛，还有什么好谈的呢？是委员目前在蓝白立法院接下来法案的合作是一定必然的哦，但是呢，当然现在要见缝插针嘛哦。那蓝营其实对于柯文哲的案子其实一直也很清楚，连朱立伦也一直开始就说啊，祝福他顺利过关，从来没有给他多踩两脚啊。这在野哈，通常来讲大概都必须合作了，尤其你这个在野就是3个政党在这里面，那一个党独大啊，剩下2个党。那在国会合作就是多数，不合作那就是有可能就要变成少数了。所以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你要说蓝白不合作的话是很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东西这是个政治的一个自然的现象嘛。比较小的2个就比较可能合作起来对抗比较大的那一个，尤其他如果是执政的时候啊，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氛围。因为国民党自己目前并没有感受到民进党有什么善意啊。我讲一件事啊，其实我那天有讲一下，一半而已啦。我去看参院多数党的领袖叫川洛特啊，他是密西西比州选出来的，因为他爸爸是一个那个地方很有名的一个造船厂叫 Ingalls 那个造船厂的工人。那这个人呢，这位参议员呢，跟胡志强也很熟，因为他当过驻美代表啊。那当时讲话，我们2个讲话讲了一半而已啊，就他的秘书就过来就跟他说：“你有电话。”这样，他就离开了我，然后就到后面去接电话。但是很快，大概2分钟他就回来了。我就问他说：“啊，怎么一回事？”哦，我大概没有问老师，就还好吗？就是这样子，关心一下，他就笑笑跟我讲说：“哦 ，President Clinton， 哦，克林顿打电话给他，克林顿是民主党的总统 ，Trent Lott 这位参议员是共和党的，等于是国会领袖之一，啊，那你看要审预算了，总统打电话给在野党一个领袖，说拜托你是不是来帮忙审预算？我猜啦，因为那时候差不多审预算的。”那个时候嘛，那我就要请问一下，我在这边不是批评赖清德这个总统啦，对我来讲哦，我跟他当过同事，只要跟我当过同事，我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批评人家的啦。啊，他跟我也没有什么任何的过节。我真的很好奇的，就想请教一下，我到目前没有听过，就赖总统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跟在野党的这些领袖们打过电话？没有。你有没有在跟国民党或是民众党啊，在立法院的这些主要的这些干部有没有打过电话？我就只问一下这样子。你看现在就像美国现在，当然政治斗争也斗得非常厉害。我是指克林顿的那个时代，我亲眼看到的是听在现场克林顿如何打电话给参议院的一位共和党的领袖川洛特。我举这个例子啊，这样。所以也就以现在的氛围，朝野是对抗的是，这是没有必要的。可是你知道我批评说这是谁的错，我也很难批评。但我只能讲说，谁拥有最多的权利，谁就应该有更多的谦卑跟那种度量啊。所以我就要问的就是说，那你赖清德总统，
啊，你有没有打过电话给在野党的领袖们，尤其是立法院这些，包括立法院的院长？因为我那天看一个消息，他们好像2个人去参加一个中枢是什么军方的活动，军方的一个活动啊。2个人冷冷的，都没有什么互动，然后就离开这样。理论上国会应该很被尊重。对，其实这个是有点不太好了，所以我现在只是用这个事来引申了哈。我是预见国民党跟民众党彼此都没有太多的选择，大概只有这样子。但是呢，斗争归斗争，有些重要的军国大事还是要合作，但这要取决于就是说，国家的领袖，我们的总统，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度量？去争取在野党对你的支持。那个没有，我帮赖清德解释，他就没有，都只有仇恨、动员、是啊，对决。其实我老实讲，你从这一次柯文哲这个事件，你可以看出来，至少台湾有一个人是相对是有点高度，这个人叫马英九。以前柯文哲是怎么样骂马英九的？骂得多难听啊！马英九那时候被政治追杀的时候，柯文哲有帮过他任何或者帮他讲过公道话，完全没有。可是这一次马英九都还愿意站出来帮他讲话。上一次蓝白合的时候，6点协议的时候，柯文哲撕毁协议，其实是在下马英九的面子。他到后来对马英九那种态度其实非常糟糕了，但是马英九还是愿意支持他，所以我觉得马英九的高度真的是值得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学习一下，不管他真的假的，至少人家愿意做。你现在你看蔡英文、赖清德、柯文哲，哪一个能够做出这种高度出来？柯文哲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老实讲，他自己也做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每天就喜欢批评别人，每天就到处去制造仇恨啊，到最后就搞得今天这个样子。柯文哲自己要去检讨，但是我觉得事情就是一码归一码。今天蓝军很多人，我觉得民进党当然是在见缝插针，可是对蓝军来说，蓝军当然不可能去支持贪腐，这是很正常，没有一个政党会去说自己支持贪腐。但是至少我听到的这些蓝军的政治人物出来讲的都是，你政治不能追杀，司法程序，对你整个程序要合理嘛。因为北检你现在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你先压人再取供，你到现在搞了个半天，你讲得很严重，结果证据到底在什么地方？一切暧昧不明，然后天天借着媒体放话，才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当然，民进党这些人见缝插针是必然会出现的。可是我必须说，简书培这个说法我真的很难接受。他说啊，你国民党这样四分五裂，请问一下，这怎么叫四分五裂？一个政党本来就有很多人有各种不同的想法，而且老实讲，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内部没有人说，我还没有看过谁说柯文哲就算贪污我也要支持，或是我无条件相信柯文哲的清白，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民党的政治人物这样讲，反而是你民进党最糟糕啊！民进党反正就是党为领导中心，完全的刚性政党，只要党说什么全部都算，然后不同意党的就会被打成中共同路人，就消失。所以你们的政党专门挺贪腐啊！过去这么多奇奇怪怪案子，请问一下，你简书培有说出来要解决了吗？要去调查清楚了吗？也没看到你说。然后王定宇今天还好意思出来讲，说去嘲笑柯文哲，说他上厕所什么1个小时。我今天就做了一个民调啊，看到底是相信王八仙可以含睡，还是那个上厕所洗澡1个小时？你比较相信哪一个？就相信王定宇的更少。所以王定宇你自己要好好检讨，你的诚信远远不如柯文哲。有点好笑哈。